他主要靠是男方经济条件，比如说男方家里经济条件，家里殷实，经济条件好，那女方就不好的。你家里条件本身就是说娶不起老婆这些人，这大部分人都是家里条件差，比如说什么各种方式不好，这些中国这些人，所以说好的这些人中国也可以找。是，真的，你这些慢慢感觉就是说条件娶了老婆以后，背负外债啊，各方面是的。举债。娶了老婆，因为也要借钱。因为你要给媒婆一笔钱。举债以后，就是说压力大，越南女的就跑掉。就是这么。你嫁过来以后，然后有的人因为这个媒婆需要钱嘛，所以你有的又举债了，然后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在中国生活，又发现你每天要去还这个债。对，就是说你也没有什么感情什么的。他本来本来的话想嫁到中国就想改善一下生活，哪怕就是说你说女方的家庭他并没有收到很多钱，或者他自己本身虽然没有跟你说语言上的交流，但是他希望就是说到中国以后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发现的话，就是你在中国收入也不是说属于那种比较高的那个阶层，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又因为婚姻的原因导致你举债了，然后举债的话他要陪着你一起还债。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也不是说能马上工作，就是这样，你也只是说又不能马上工作。就是那个越南人如果嫁到中国来以后呢，然后他那个国籍能转正到中国5年，要5年以后，就是说在中国生活满5年。像这种的有越南新娘这种状况的话，能住满5年的多不多？能不能愿意住在中国？少，还是少？就哪怕介绍成功了，最终大部分都是跑了。往上少，10个里面最多剩下2、3个。那会不会这样呢？会不会出现联合诈骗的情况？有。江西在河北人家说了，胡志明那边过来的人，基本也就是说，他跟媒婆之间其实是联合骗你一个人是表演，就是还有那个北疆那边去年骗了好多钱，那个我现在那个朋友还在那个有江苏的安徽的，那个江苏那个是养蜂的，他是娶的是那个秦毅的老婆，特别是秦毅那边人出来的，嫁到台湾的、韩国的，秦毅那边地方特别多。但是说他也娶了，他是通过媒人介绍，而且带走的是把他结婚证也带走，护照也带走。但是说还有护照，你是说把人家越南的护照？把男方的护照也带走，把那个结婚证也带走。但是而且比如说越南整的时候没有离婚，这个中国人如果再婚的话，要先离婚再结婚，这个很麻烦的。越南如果说他也没有再离婚，就变得连再结婚都不行了哈。还有那网上说的那个娶了越南新娘，可能是10多万块钱，结婚没几天，结婚3天就跑了，把结婚证也带走了。后来那个结婚证一走，那男方老婆那个男方的老爸就说了，先把离婚证办掉，你再走那个最终就办不了。还有他是现在通过律师去办一下，要7000块钱，麻烦的。这个东西。结婚的话是能够正常办就是了。正常你去办结婚证是没有问题了哈。如果是女方是没有结过婚的，有单身证，像中国一样办一样，说白了还有一个程序时间，一般几个月。给我弄，你麻烦了，来回，现在要跑好几次，真的。那他这样的话，他就跟你在中国结婚，然后他就也不办离婚，他就直接走了。
那你男方的话也就不能再结婚，但是他的状态不也是依然他是婚姻状态那吗？越南人如果嫁到中国，嫁到任何国家，保留越南国籍，他有个宪法，宪法他国籍依然保留，就是他可以双国籍了，多重国籍了。对，越南人他是说有这么个方式呢，就是说不管嫁到哪个国家，保留越南国籍，因为就是好多。那他的婚姻状态怎么办呢？我举个例子，他嫁到中国，然后结婚了，他没关系，他人就可以再结婚。他可以继续结婚，可以重复的结婚。他没关系。越南人就是说，这个他越南为什么一个男人有几个老婆？就是说他不在乎这些，很开放的，就说几个人是的，这样的同居啊，不像中国女的，哎呀要考虑一下，她很开放的。他就想结就结，想离就离，没有问题是没有离。他如果在中国跟比如说越南新娘这样嫁过来，他在中国已经登记了是婚姻状态，他不是单身状态。然后的话，他就直接走了。他到越南的话，他的状态还是他只是，比如说，假如说越南那边是没有办酒席的话，他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要跑的这个人，他早就想好了。不会在越南来让你办酒席的，不办酒席，那就是说嫁到中国以后，中国办了酒席，中国办了酒席以后，就是说中国花了好多钱是吧？他就过段时间就跑回去了，人就是带上来。你不是嫁过来以后也要去领结婚证吗？他那个，比如说越南人又花点钱就可以。他就可以直接马上办掉，比如说结婚，就是我单方面我也不用男方到了，我就在越南那边，比如说你现在婚姻，但是我说我已经离婚了，就一个人去就好，不用2个人去办，他就马上给再转回变成单身的状态吗？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可以有些方面可以用钱买的，用钱摆平的。也是很腐败的，也就是中国摆不平，越南可以摆平。我那个女的，就是说。向国家贷了款，我说我那个钱还没还完，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我给他家买了电视机啊、冰箱啊，花了1万多块钱。你是不是有点眉目了那边越南？起先我不去找那个女的，是说那个女的，她说有离婚证，到了那边有离婚证，小孩是1个。后来到了那里有小孩2个，离婚证也没有办，是不是？那我去找这样的人是吧？那你这个东西不是说骗我吗？是吧？你那个后来我要找到，比如说要有离婚证的，可以来中国这样的。你比如说你越南他这个对这个婚姻的东西，他是不是本身就看得不重啊？反正要结就结呗，要离就离，好像就无所谓嘛。对。但是越南大部分有些，不是大部分，有些人，他本身就没有办结婚证。就生了小孩也没有办结婚证。没有，他就是说没有办证婚证。可能这个跟观念有关系，反正无所谓，你就反正生了。好像我看越南很多工作的劳动者好像都是越南女的比较多。找的要稍微年纪轻一点。因为年纪轻的没结婚，是吧？这样没小孩。你如果年纪大的结个婚呢，有小孩，是不是？这样找过来更加好。虽然说你可以同意抚养小孩，但是还是个条件，是像苗族的。说白了，这个东西呢是这样的，你还要靠缘分的，碰到就碰到，最好没有碰到，你这个东西很难找的。观念、思想方面更是不是？还有交流方面，你更不说不是学校里面大学生什么东西交流很麻烦的。你就不能交流啊？他说那个星球哥找的是大学里面学中文的，是不是？星球哥，你说的老说那个星球哥他是做自媒体的，还是说你是说？他经常拍视频呢，还是说就讲他的个人经历，纯粹只是讲他个人经历，婚结那个找越南新娘的经历。对，这星球哥他的那个什么，
西瓜视频里面，星球哥2岁开世界，是不是啊？说白了，这些都是我感觉有点作秀。还有那个那个中国的姐妹，说人家一说你看手上没说生活在那个湖南，他说人家说你手上都没气泡，还做什么农民呢？是不是？家里很穷，是不是？这个东西有些作秀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网上说的东西，跟你事实中去找又不太一样。是东西跟网上做的又差多了。接着，这说白了，你这个现实跟那个人家说做好的是吧？你差距太大了。确实是。说越南新娘骗的多，你不要说这个人，你要想这个东西。是啊，那你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情况的话，那你现在真正要找到可以结婚的，有的时候你要改变一下方法，比如说，但是语言不通就是一个大问题哈，无法交流。这个倒不，但是说你最好，比如说，还是自己改，最好是我感觉了还是那个。那你干脆你耐心一点嘛，你想在越南找新娘，你就在那边生活他几年嘛。耐心点，你做这个工作在。啊，你在中国在工作还要再回去的？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越南收入低，我中国可以，我一个月挣个7、8千没问题。我是去年是7500工资。你是印刷的，印刷的是吧？我7500工资，那收入还挺高的，还可以啊，在国内也还可以。我去年被骗了2万多。也被越南新娘骗了吗？被那个缅甸的。缅甸骗了2万多。那你现在东南亚是不是好多个国家都去了一遍是吧？去了没去？但是说我去找了，他说没有这个人。你这个越南是不是东南亚很多国家都类似于跟越南一样的这种生活态度，或者说这种对待婚姻的态度？缅甸不安全，更加不安全。缅甸更不安全了，战乱是吧？缅甸是打仗，一方面打仗，你说绑架什么东西都有，没有越南安全。越南那个东西安全，人身安全倒是有。但是说你找新娘各方面是吧？我感觉人家说怎么说，总感觉，哎呀，这怎么说呢？我自己找嘛，我感觉不好找，也不好找。你在中国有没有尝试的直接找中国人？中国人，中国女的其实说物质条件也都不一样的，但是说有些现在你比如说你去找20多岁的，他会跟你说的，我们已经不同的年龄段了是吧？生活方式啊，比如说物质观啊、金钱观啊，有点不一样，是不是？女孩子都是现实，很现实的，对不对？中国人还是比较现实。那个东西就不要想了，几乎少的可怜，是不是？那个。但是毕竟还是这么多人嘛。说你看，有一半的男人就有一半的女人嘛。这不是说你心态改变一下，你记住哈，在中国也一样。虽然男女失衡嘛，那我们说不要说有一半，那6个男的4个女的总有嘛。你找个差不多一样的不就行？网上不是说嘛，多出3400万，那你去找去。3400万，在中国。多出3400万男人。多出3400万的男人。那你去找去。那你不用找啊，这满大街都是女的，你去认识他们呢，你就跟他们交流啊，一样的。这个不行。你不要看。我说，你最起码去找的人，你首先自己的物质条件。物质条件，你一个月你看，一个月7、8千，在中国也还算可以啊，收入不低。他就是说，人家也不会要你要求很多。他说我城市里面要租房子，有一间房子是吧？他说很简单，一间房子。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要求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求你要有一栋什么城市的房子。但是说你
生活方式又不一样，每个地区都不一样，你总不能每个地区找去，是不是？你这个没事，你不用管他来自于哪个地区，你就像正常人一样，只要有机会你跟他们交流认识不就行了吗？而且你收入没有也还可以。很少有机会。怎么会没机会？这个你是因为很忙还是？你看你都跑到越南去找的时间都有。这我工作了哪有时间？这样的。哦，你是现在是请假出来是吧？没有，我只是说过来，我现在过来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是不是？说是越南。时间肯定是有了，问题还是心态问题。我举个例子哈，你那个，你工作时间多久？多长一天？有些12个小时。要经常要加班是吧？他有星期六、星期天有放假的时间吗？没有。那很辛苦哈。就说一个月也不是说像人家说的，一个星期5天2天休息，哪有这么多？没有休息。没有哎，你这没有接触那些女的，没有时间去聊天，是不是？这少了怎么？对了，这个就是你的状况。那你有的时候呢，我个人建议哈。那比如说像你有些条件好了，我有时间，那你这个东西，他女的肯定，女的最好你肯定也有时间，对不对？这个东西你那个时间的话，就是假设你加班是主动愿意加这么长时间吗？还是说公司必须要求你每天前天24小时都在工作，而且都要做12个小时呢？12个小时。如果我钱少赚一点，行不行？比如说我就每周我就工作6天或者5天，工作能没有这样的工作。没有这样的工作。中国找不到呀。应该有吧？没有。都是12个小时，然后没有说一个月都没有放下来休息了吗？1、2天。1个月1、2天是吧？大部分工厂都是这个现状吗？你没有那个学历，是不是啊？就是说，没有资历。但是你这种做印刷的，应该是有点专业技能的嘛？他人多呀，也很多人会做这个。就是说不是说专业，但是说他都是私人老板，这样个情况，都是私人老板开的是吧？就是私人的，我知道是私人的，就是说假设你在一个公司上班，那个你这样走掉的话，能找到替代的人吗？有，也很多是吧？你一些管理层呢，就是说好在那些管理层呢，比如说每星期6天一天休息，但是说实际上呢，手下工作人员就没有，底下工作人员，工作，比如说他是分层次的，底层的、中层的。他说的一周那个工作6天，是针对管理层，但是对底下的员工其实还是没有放假的，没有，就最多1个月给你2天。中国国的，哎呀，这么1个月1个星期。那你我给你再一个建议，你试试看，你去找到1周只要工作最多不要超过6天，然后不要做10多个小时的那种工作，你是找到工作时间短一点的8个小时或者。除非有关系。我跟你说呢，你除了那个没有学历有关系的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找不到是吧？这样的工作人家给你你是在哪里工作？你在哪里工作？我全国各地都可以工作。那8个小时工作制的也很多呀。哎呀，10个小时的有没有？这是针对。都是针对管理层，就是底下的打工的基本上都是。针对，比如说我这个学历，中专以上学历，是不是？有点技能，比如说会，什么 office 办公室什么软件、电脑，那些人员，你不是说底层的这些东西，说白了，你去跑到别国去找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没有学历，是底层的这样的工作。你有学历的，有工作环境好的，人家随便找人的，是不是？哪怕你想要娶到越南的新娘，
你最好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你就是按正常的交友的方式，首先让他认同你这个人。哎，对。不要说只是为了赚一笔钱呐、或者说这种的赚你的那个什么那个叫媒人的费用，不是为了这个，或者说为了一笔钱，更何况你也知道，刚才你也说了那个。我表弟37岁了。我都40多了。表弟37岁，家里有轿车，造了别墅。女孩子就是还没有愿意嫁给他。说是没人，说是他不要别人不要他，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你看看，这个是的，中国女人的金钱观念太重了，是不是？金钱观念是会互相受到影响，是有受到影响的。真的，他就是说农村别墅，他说我不要农村别墅，你只要城市里面随便买一个房间。那随便房间，你这没有。你是听人家说的还是你？我表弟。我知道，你不要听别人讲，你是你自己真的跟女的，所有的你都是这种观念吗？就是城市里面一定要买一套房子吗？我表弟在家里，人家来提，人家给他相亲的人都这么说。他说我也不要你怎么说，你城市里面买这都不要去相亲嘛，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去交往，你去认识人，你为什么要？你看你的思维方式一直没有跳出，你哪怕去越南也一样。你或者在中国，第一个相亲，他还是确保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呀，还是一开始就直接摆条件呢？比如说我拥有一辆车或者一栋房子。对，你去，那你到中国是哪里接触女孩子家？你去接触啊，你看广场上有，到处都有，你这认识人就是了，就已经是了。电子厂、服装厂这些女工多，那么比如说三星电子啊，奥克斯电子啊，这些。你都是在工厂里面，他们工作时间也很长啊，也是10多个小时。但是说，你接触到女孩子更加有机会接触那些。那你换个环境呢？可以，我上哪就回来，不是说。你就去山西那边做就行了吗？女孩子很多地方不就行了吗？而且你现在的话，你刚才跟我说过，一天工作12个小时，1个月不休2班倒这样工作，这个太过可怕了。那个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状况吗？现在目前国内你说的是很普遍性的吗？就是完全没休息，就是2班倒。你刚才跟我说，我知道你说。就是除了管理层的，然后底下的那个工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这样。然后这1、2天也是靠申请来的，比如说我刚有什么事情我要出去，你就给我安排1天是吧？对。然后，那你一天工作12个小时，那也确实是没有机会哈，没有机会。哎呀，就说印刷厂有些工作累了，那些女孩子就不做了，女孩子一般工作轻点的，是不是？那你，我还是建议你试试看哈，你就寻找那种的，就首先你不要太过度于纠结说1个月赚多少钱，我知道你现在1个月7、8千块还是可以的，是吧？可能你舍不得这种收入。对。然后，那你试一下，因为不是说工作12个小时的才能赚到那么多钱，所以你换一个环境，说不定还能有不一样的东西，说不定也能赚7、8千块钱。那也不是说赚不到。我加个比方，我的房子只有1间，我假如说我是2间的话，我就可以开个超市，开个旅馆、宾馆，大概就可以。但是说我只有1间房，就是说像做生意，我跟你说哈，做生意不是说你手中有多少房子，你可以租房子都可以的。做生意其实是不是说因为拥有一套房子你才能做生意，而且就一定会做成？不是的，做生意最关键是你要知道如何去做，而不是说要有几间房子。你不一定用你的房子，然后房子的位置不是很好的话，你还不一定要用你的房子来当店面用，知道吗？那假如我以高的话，如果房子可以出租，那我可以收入。但是出租可以。你现在的话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说，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你现在目前在越南或者柬埔寨也好，老挝也好，你去找根本就没有任何感情，然后就是匆匆忙忙去，然后其实就是婚姻一笔交易，一笔交易你过去他又会跑掉，那你重复的去，然后的话你钱老是到时候被骗，那不好。我感觉呢，这越南呢机会多一点，为什么？越南是女孩子多。女孩子，你刚才也知道了，现在女孩子比较多，是因为战争的年代比较多。但是现在的我们就是在下一代就成长起来年轻人就已经平衡了。那你还说比较多，就是自然的生长的时候，它就男性女性就会自然而然比较平衡的了。就自然平衡，但是说越南开放一点，因为生活文化没有中国没有。中国是传统，是不是？那观念不同，那个就是说越南开放一点，是吧？越南的两个人住在一起，他都没事。我上次女方家住了1个多月。在女方家住了1个多月，就是他父母亲也知道。那呀，就说他家房子就在花里那个，他家就在比如说那个行李房那一间房子，隔了一段。他父母住那里，我们住那里。他父母知道不知道？知道呀。他住了1个月，然后的话，那个。我本来是。后来有没有结果？后来。我本来是那里打算在那里定居是吧？再住下来，再生个小孩，那么再找份工作或者开个店什么的。但后来他说不同意什么东西。女的不同意是吧？父母父母不同意。父母不同意的话，那你当时2个人住在一块，他也没有事。我这去的时候是没人介绍的，没人。那个女的是没人给找的，说什么亲戚是吧？我去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富国岛那里。那富国还有。他父母知道你跟他女儿在一起吗？知道。后来他就是要钱，关键是。主要他是想要钱。钱，还有你。如果不住在小岛上，住在别的地方，女方家上，还要到派出所去登记，交300块钱，300块钱人民币。登记结婚证还是？不是，就是说像居住证，类似暂住证一样的。那个有没有300块是有没有限制说住多久？都可以是。查出的，你签证做多久就做多久。你签证多久？你这没有这个东西，你下次去办证件的时候卡你。办那个女方家来中国办证件的时候卡你。就是你要是想要租房子，必须要有居住证的。去女方家住。住在他们要有居住证。这样子。这个。所以我个人呢，刚才。你是福建哪个地方？我漳州的，我刚才还是跟你说，漳州云霄是吧？漳州诏安的，我还是建议你嘛，你说你现在目前的状况，我倒是觉得，你知道现在因为越南也已经很了解目前的状况了，更多的就是因为你语言又不通，基本上没有交流，是纯粹属于这种婚姻的交易，这个状况又是。本来的话，他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就是说，10个人中你介绍过来的新娘有8、9个会跑掉，会跑回去。那你为什么？我就跟你说，你为什么不尝试着不要去采用这样方式？要不然的话，你想要找越南新娘，要不然就在那边定居，就生活。生活好了，等你有一天会老挝化了然后就是交流，去真正的去认识一个人再结婚。要不然你就留在中国，你觉得哎呀越南工资太低，我无法接受那么低的工资收入，对不对？浪费了你的时间。那你就在中国你就要不然就尝试着换一份相对来讲，不要说工作12个小时。这样的工作，你试着，你就是我知道你心里你会觉得现在目前的话，因为收入1个月7、8千，我舍不得7、8千，你试着低一点点也没事比如说你只要8、9个小时，然后我们这样说，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人家会把人家吓掉，全世界没有人这么干活的，没这么干活的。
这都没把人当人看是吧？工作12个小时，一天都不休息，休息只是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需要特殊的情况，有时候1个月允许你请假2天是这样的，基本上是永不休息的，就像机器人一样工作。这个在国外是没有的，只有中国人才会虐待中国人这样的，共产党才会这么整理的，知道吗？在国外，如果你这么个工作方法，其实是违法的，这是违法的，对。然后目前的状况，你现在因为所有人都没有，就导致其实你就缺乏社交能力，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缺乏社交能力。对你不要跟我说，哎呀，你这个什么，哎呀，听过报纸说什么光棍有多少啊，然后男女比例失衡几百万，然后这个确实是存在的。对他这个婚姻政策人工的这样来干扰，导致最终的话就是女的被打胎了哈。你也知道农村很多打胎的，还有鉴别胎儿的这个情况，对不对？然后导致男女失衡。我就刚才跟你说过一个简单的道理，你再怎么失衡，我就跟你说，比如说好，现在男的是6，女的是4，你依然还有4啊，6个人去争取啊，对吧？你还是有机会争取，哪怕是7比3，你还是有机会争取啊。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你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了，你导致没有真正的社交的这个能力，或者说需要补上这一课，或者说需要生活中需要花点时间开始尝试的去人家交往，对不对？对。那你刚才跟我说，那有的在中国女的，你说，哎呀，人家要求要在城市里面有一栋房子啊，哈，就是哪怕有一个小卫生间，也比你这个在你的老家里面一大栋更有价值啊，对不对？等等这个概念，那有的人确实是这么想，但是不代表所有人都这么想啊。这个我感觉。你自己想一下。我感觉周边的人，这个想法多。不要说周边，就是你的兄弟姐妹，或者说你的堂兄弟堂姐妹，他们真的只是嫁人的时候只看中了人家一栋房子和一辆车吗？你觉得是不是？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你觉得是不是？这个倒不一定。我觉得很简单啊，你倒不一定，你知道倒不一定，别人跟你一样的，所以你很多东西也是道听途说的嘛，又不是事实，理解吗？但是我感觉还是越南那边，机会更多。机会更多，问题是他们的观念，你现在要结婚，他又不，越南那边他又不结婚了。或者说结婚离婚他就是跟过家家一样，根本无所谓。那你介绍一次给你，然后的话你就几万块钱就给别人赚走了，是介绍费要多少钱？10万还是多少万？8万到10万。但是说10真正如果算下来的话，我估计要10多万，最起码10。要算下来10多万，你看10多万你给了没人？15万之间。那个10多万到10万到15万之间，然后的话，然后没1-2年80%、90%又要全部跑掉，那你不相当于说你这辛辛苦苦工作了12个小时，每天这样做，1年下来这样1个月7、8千，那就差不多要2年的工作时间。那我跟你12个小时，然后把钱送给骗子，然后很快就撤掉了嘛，那你有什么意思？那我感觉呢，我还有希望，希望多一点，这样。希望多一点。你中国上哪接触？你就婚姻介绍所，虽然说是有个机会，但是说婚骗的好多呀。那就耐心一点呢。你要找老婆耐心一点，你在越南多待一段时间。多待时间我又受不了是吧？就是收入太低，又不可能说不工作就是了。我上哪工作去？我也没地方工作。没地方，一定你工作地方，有工作地方你是。那边工业就暂时还不是很发达，暂时还不太行是吧？工业就是说民用设施呢，民用设施它基本设施跟生活方式的，但是说民用设施工资也不高。是，工资比较低哈。是。那没事，慢慢来。我反正个人就别的没什么建议，我倒是建议你工作看看，再找一份虽然不是你熟悉的行业，可能工资也没有现在你这么高，但是稍微低一点，然后看看1周能不能有安排1到2天时间可以休息的。然后呢？什么当保安什么，保安也可以。保安不行，是吧？你这个也不喜欢当保安。这也要有关系的。
保安也是的。啊，保安也要有关系啊。那不是一些好的位置的，那个有保安的人是吧？这样子。保安应该能找到，你不是只有保安了，应该还有其他的职业呢。工厂你刚才跟我说过，没有，你不是说那个到有的那个三星电子厂你工作的地方，你也可以去找。年纪轻的更有竞争力，这样的情况。竞争力，那你要相信你自己。三星电子你如果什么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那你就很难找到。